一辆德系的 SUV 现在只要花8万左右就能够买到，这个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但是途岳新锐来了。可能有人会质疑啊，指导价格直接从15万多降到7.99万元起，那途岳新锐还是那个途岳吗？是那个大家印象当中可靠、耐用、经久的紧凑型 SUV 的品质标杆吗？所以咱们今天这一期视频的主题呢，就是把这台车完全拆开了跟大家看一看，从车身工艺啊、安全啊、底盘结构用料等等这种方面来剖析这台车，看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。正式拆解之前呢，我们先和大家来简单聊聊这台车它的外观。途岳新锐呢，用的是大众全新一代的 SUV 设计语言，大气、经典、耐看，属于那种越看越好看的类型啊。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层次感做得很强，很立体啊。车头基本上都是这种横向的线条，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拉伸视野宽度，会让它看起来更大、更有气势一些。那包括它贯穿的尾灯啊，也是这样的效果，对吧？机舱盖上面还有隆起的这种线条，突出它的力量感。LED 大灯，然后有40颗 LED 灯珠来组成的，功能呢也很多，比如它的自动大灯啊。除此之外，像行李架、小尾翼、17英寸轮圈搭配在一块儿呢，别说还真挺有范儿的啊，就不像是一台8万级的车型啊。另外呢，就还有黑色的运动套件，该熏黑的都给你熏黑了。那喜欢运动感的呢，可以去选啊。另外呢，还有5种车身颜色以及3种内饰的颜色。总结一下，途岳新锐给人的感觉呢，就是很年轻、很潮酷啊。接下来咱们聊聊车身工艺。上汽大众的德系造车工艺以及全面严谨的质量保障体系呢，一直是有口皆碑的。首先来看一看车漆工艺啊，途岳新锐采用了环保型水性漆涂装工艺啊，水性漆代替溶剂性漆，挥发有机化合物的排放小于35克每平方米，达到国际先进水准。那接下来我们用手上的漆膜仪来测试漆面厚度。我们选取了4门2盖各3个测试点位，然后做了一组数据统计，大家来一块看一下。根据数据来分析呢，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。首先，第一点就是车漆的厚度基本上都在190微米以上，说明漆面还是比较厚的。那知道大家对于数据呢肯定没有什么感觉，所以呢，我又拿了一台同级的日系车型逍客做了对比测试。对比之下呢，途岳新锐它的车漆呢明显就要更厚一些，数值要更高一些。OK， 那第二个点我们会发现，其实它每个漆面的数值是比较接近的，说明漆面喷涂的比较均匀。这个呢其实非常考验喷涂工艺的。我们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，就是做完漆之后呢，会由后检机器人进行漆面厚度的检测，90秒内对车身的50个点位呢自动检测它的试膜厚度，确保油漆膜后的均匀程度以及油漆厚度达标。所以在工艺这一块的话，德国人的严谨就体现出来了。我们再举个例子啊，就车门铰链这个小小的部件，都要经过严苛的10万次的车门的开合试验，然后车门、叶子板这些呢用的都是一些镀锌的钢板了，用料很足啊。如果真的是磕掉一块漆的话，那镀锌钢板也不会立马就生锈，防腐的效果做得很好。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整车座椅呢也花了很多心思，做了多方面的严格测试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实验室不同体型的测试人员呢，模拟用户上下车不同的角度，然后不同的力度，进行了22000次的测试。那试验后确保座椅的外观良好，不会磨损，不会有颜色变化，以及不会有无法恢复的褶皱。通过这些测试呢，能够有效的确保座椅无忧使用15年以上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就把底盘的防腐喷涂也一块看了。底盘该有的护板呢都有了，而且很平整。重点是底盘的防腐涂层，一方面就是涂层的面积很大呀，一般的车底盘离地最高的一些地方呢都是不会有防腐喷涂的，但是途岳新锐也给你喷的没有省啊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喷涂很厚啊，不是薄薄的一层。好处是什么？除了保护底盘之外呢，还能够起到底盘的隔音的效果。石子打上去呢没什么声音。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，就是一般日系车的台均 PVC 的喷涂量大概是3公斤，这台车呢 PVC 的喷涂量达到了14公斤，这个数据非常夸张啊。另外就是这台车厢空腔注蜡的技术呢也没有省，让白车身的内腔表面呢也附有保护蜡膜，这样也会有更好的防腐性能。从喷涂工艺到镀锌钢板使用，再到一系列的防腐喷涂，能让这台车达到整车超强防腐性能。所以一般情况下，大家都很少听说德系车的底盘生锈的，这些呢都是有原因的，都是工程师花了很多心思的。
抬底盘的时候，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小细节点，就是在油箱的前方特意设置了一根横梁来保护油箱。底盘下面呢还有一些加强横梁，所以即便是入门8万级的 SUV 途岳新锐呢，也没有偷工减料，该给的一点都不少，甚至是超出这个价位该有的水准呢。这个呢，我觉得得提出表扬。再来说另外一个方面，空气质量安全，说白了就是新车气味控制啊，以及甲醛的挥发表现到底怎么样？那这是买新车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。途岳新锐呢，新车的气味并不是很重啊，不刺鼻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，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是甲醛是无色无味的，是吧？味道轻并不代表着你的甲醛释放量就很低，所以我也用甲醛仪特意做了甲醛的测试。在室外38度的天气下密闭5个小时，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呢，测试甲醛的挥发，结果甲醛含量只有0.022毫克每立方米，有机挥发物为0.029毫克每立方米，空气质量评估为安全，那说明车内空气质量控制的是比较不错的。因为车身上的甲醛挥发呢，主要就集成在材料使用上，比如像胶水啊，用料不健康呢，甲醛肯定要超标了。那至少从测试结果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大致的推测出这台车它的用料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当然了，这里只是推测，那具体的表现怎么样呢？还是得等到后面我把这台车给拆开了分析。除此之外呢，驾驶辅助安全配置呢也是比较有亮点的。这台车呢有11个雷达传感器，然后有2颗摄像头，包括全速域的智行巡航啊、车道保持啊，还有并线辅助等等配置。在安全配置上呢，有7个安全气囊，包括了前排的3腔中央安全气囊，这个同级别里面是比较少见了啊。另外像主动刹车啊、前后防碰撞预警呢都给配齐了，倒车影像呢也是全系标配。那相对于这个价位，它的安全和驾驶辅助配置呢确实给的挺高的。OK， 那到这里的话，关于途岳新锐呢，设计啊、车身工艺啊、安全解析呢，就聊这么多啊。从目前来看的话，相对于它的价位来说，表现确实挺不错了。当然了，下一期内容更重要，干货更多，我会把这台车完全的给拆散，跟大家去仔细聊聊它的一些发动机技术啊、车身安全啊，还有底盘的结构用料，在看不见的地方，这台车表现到底怎么样？我是刘康，咱们下期再见。